93赛季，迈凯伦声称造出了史上最好的赛车 MP18，拥有 TC 和半自动变速箱。但相比威廉姆斯推出的赛车 FW15C， 依旧有无法跨越的鸿沟。但即使如此，塞纳依旧想要战胜对手普罗斯特，而车神并不知道的是，他面对的是被誉为 F1 历史上技术最为复杂的超级赛车。有多复杂呢？首先，启动前需要3台电脑分别调试发动机、悬挂和遥测系统，然后还要检查一遍所有的电子系统。而这台赛车拥有比民用车更多的配置：转向助力、电子油门、ABS、TC 半自动换挡，后期还有 CVT。就这个车让大家去开，高低也能跑几圈。库特哈德当年试完就跟大家说，这个车跟2冲卡丁车的跑法差不多，并且 FW15C 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师是当时还没有太大名气的纽维，就是现在红牛车队的总设计师阿德里安·纽维。相比以上亮点，雷诺的 3.5V10 发动机就显得不那么耀眼了，不过依旧可以轻松爆发出比迈凯伦 V8 多81匹的马力。其实到这里，威廉姆斯赛车已经鹤立鸡群了，但是他们的对手是车神塞纳，所以还需要拿出一个真正的大杀器。而这个究极武器就是被誉为 F1 历史最大黑科技之一，直到今时今日都还没有完全解密，也是法拉利、梅奔这些个有钱的狗大户贼心不死，总想着复活卷死其他车队的技术——夜控主动悬挂。FW15C 作为经过大量测试和实战考验后推出的全新版本，不仅继承了旧版本高低软硬主动可调的特性，更是划时代的配备了 ECU 和4轮独立电机，尤其是行车电脑的自我学习和预设编程，让赛车如虎添翼。不论在哪条赛道，赛车的姿态始终如同一个4平8稳的运动，行车线的轨迹更是让威廉姆斯看上去像一列飞奔的火车。而为了让车手能最大限度发挥黑科技的优势，方向盘上继续安装了3个不起眼的按钮，分别对应低速弯、高速弯和直道上的不同攻角，以达到最佳的赛车平衡。而这3个按钮中，控制后悬挂离地间隙的黄色按钮是真正令对手感到崩溃的存在，也是后面主动悬挂被 FIA 搬掉的罪魁祸首，可以增加1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也被称为第1代 DRS 系统。最可怕的是它的使用没有限制。总结一下，93年威廉姆斯推出的 FW15C 拴条狗也能夺冠。93赛季16场比赛，教授跟希尔2个人拿了15场杆位，经常比塞纳和舒马赫的单圈还要快2秒多。南非站差点把塞纳套了一圈，这简直就是比梅奔和红牛的火星车更可怕的存在。但是就是30多年前的多宁顿，巴西人在雨中用一台排位赛仅在第4的赛车，不仅在第1圈就超越了2台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威廉姆斯，更是在随后的比赛中对教授驾驶的赛车上演了惨无人道的羞辱性套圈。而做到这一切的人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车神塞纳。用这辆垃圾想赢人家的 Evolution 的，你是不是也